罗轩，一会儿你带着柳月把这里处理一下，我和小黑负责把棺材运进去。为何如此安排啊？因为你俩都长得太好看了，要是你们进去，只会抢了本公子的风采。小姐，这小子怎么会跑来柴桑？头儿，这样怎么办？现在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，是吧？走，好，走。哎呀，原来是侯府小公子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还请见谅。我是来抢亲的，你要是远迎了我，这亲我还怎么抢啊？所以，你们还敢杀我吗？今天是舍妹的婚宴，我有几句话想问百里小公子，不知可否？你问。刚才小公子说要抢亲，敢问小公子和佳妹可曾相识？算不得相识，那是暗中倾慕佳妹。我另有所爱，远非你妹妹能比。那是何故啊？大哥，这是你炫耀你梦中情人的时候吗？说的也是。小公子出身名门，镇西侯为我北离开疆拓土，战功赫赫。侯府之人，我们自然恭敬有加。若小公子只是来喝碗喜酒，我燕别天定然奉为上宾。可小公子一来不认识佳妹，二来不喜欢佳妹，却口口声声说要抢亲，未免欺人太甚了吧？看来百里小公子不占理呀。我说我来抢亲，可没说是为我自己抢啊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真正抢亲的人来了。这是棺材啊！棺材！亲也不能这么做呀！顾若离，不错，真正抢亲的人就是他。顾家当家顾若离与你们家燕小姐青梅竹马，一向对其爱护有加。燕小姐对他也是倾心良久。他来抢亲，可还合乎你们所谓的道理？放肆！他是个死人。可若不是你们害他，他又为何会变成一个死人？这是为何呀？兄长不如问问我的意见。我燕琉璃愿意嫁给顾若离。你们都听到了吧？在爱人的眼中，那个人便是那个人。无论他变成什么模样，只要是他，那便是独一无二、最珍贵的存在。百里东君，让我喝他的这杯喜酒，你要喝吗？喝，怎么不喝？干！就是这酒差点意思呀！你应该提前找我预定的，我还能给你个友情价。杀了他！是想要杀了百里小公子，然后嫁祸于顾家呀！燕当家，你根本不了解镇西侯府的形势。你更不了解我燕别天的形势。
反了你了！按照我朝律法，你这样是要被砍的。小白。 沐浴行燕家，今前方顾家，可是要杀我镇西侯府的小公子，尔等西南道众人可是同伙？没有众人吧？只有几个，他们都跑了。闭嘴！龙首街之争，我早已注意。呵呵，这小子是个天生五脉。小姐早就知道此事？不错。 我曾与他见过一面。天生五脉，那为何？自然是有我的考虑。陈长老，你是在质疑我吗？不敢。可是小姐，如今这个好机会，还是不要错过为好。 燕家和顾家相争，结局必定是两败俱伤。就算有北离八公子，此一战后，他们这些人还能有几分余力？不如我们趁这场争端的最后再入场，那个天生五脉给他带走。那我们与燕家的盟约？强者才有制定规则的资格，而弱者就该有被放弃的觉悟。更何况。 如今棺材已经丢了，我们失去了拿捏燕家的筹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想不出来，一个燕家还能比天生五脉更重要。陈长老说的不错，那便如此行事吧。是。 这件事怎么好像突然和我们没关系了？本来不就和我们没关系吗？吴叔，今天之前。 我一直在告诉我自己，你是我爹的亲弟弟，是我和我兄长的亲叔叔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我就是因为是你的亲叔叔，我才会怕你哥死后咱们顾家独木难支，千挑万选给你定了这门亲事。好，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不是说我哥哥是病死的吗？身染恶疾，暴死他乡。 害怕疾疫传播，尸体就地掩埋。那这棺材里兄长的尸体是怎么回事？这尸体上的剑痕又是怎么回事？你管这个叫病死？这死得有蹊跷。就是李苏林。顾剑门，不得放肆！ 这是我顾家的门庭，而我叫顾剑门，我为何不能放肆？我顾家生于危难后连胜3代，在西南道从来只做第一，不做第二。我兄长
为何年仅16便独掌大局，历尽艰辛，呕心沥血？而我，又为何仍在年少去天启城学艺？我们顾家，为何以商成名，却又以武呼名？为的，就是不妥协，不对任何人妥协，不对任何事妥协。胡叔，你不配做我们顾家的人。你大胆！你以为你还是那个有哥哥庇护的二公子吗？你错了，我早就不需要哥哥的庇护了。哼！来人，拿下他！愣着干什么？拿下他！你以为顾家真的听命于你吗？有些人生来就是要做家主的，因为他们身上有让人誓死追随的魄力。我哥就是这样的人，而我现在便要传承我兄长的意志。顾家二郎听着，现家主顾若离死于非命，我顾府誓报此仇，不死不休。誓报此仇，不死不休！反了，反了！内奸已除，该轮到外敌了。凭你们几个人，也想杀了我？哎，好像刚才我才是绝对的主角呀，怎么现在所有目光都到他身上了？你啊，靠的是自己祖辈上的名声，而他，你看，靠的是自己的剑。都快败了，还不出来吗？家的冰石剑，剑门，既然如此，我们便不死不休。哎，谢谢就不用了。
都是兄弟。多谢百里小公子，还有这位拿枪的小兄弟。客气客气。怎么，不是你说让我去找个正经行当来做？现在我要去了，你怎么反而一副不开心的样子？哼，我才没有不开心呢，是你看错了。也是，你是个有本事的人，可以去城里谋个武官做，就能顿顿吃白面。到时候，村子里的老人们都中意你，带着自家姑娘来与你结亲，你就能选一个最漂亮的娶回家了。对了，叶小凡，你觉得村子里哪个姑娘最漂亮？陈姨吧，婀娜多姿，封闭的很。我说的是姑娘，陈姨她都不是姑娘了，她都有男人了。那你替我选一个。你看我姐怎么样？村子里的先生们都说我姐姐是美人胚子呢。你知道美人胚子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所谓的美人胚子，是指现在还不是美人。啊？更何况，我已经有婚约了。哦，什么？你已经有婚约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就定了亲事。只是如今，已到了成婚的岁数，我还游荡在外，也不知他是否心有所属了。那你怎么不去找他？会找的，在我做到我一定要做的事情之后。很快了。行了，就送到这儿吧。叶小凡，虽然你是去附近的大城，可是你毕竟不住在这儿了，还是应该和大家吃个饭，告个别吧。我不去附近的大城啊。不去附近的大城，那你去哪儿？我要先去一个我向往已久地方取一个东西，之后我再去一个我一定要去的地方。一定要去的地方，那是哪里啊？千里之外，名叫天启。天启，那不是我们北离的大都城吗？很远很远的，我才只在书上看见过。叶小凡，你去那里干嘛呀？去天启，自然是要做大事喽。或许还能见到一个许久未见的朋友，和他。叶小凡，你发什么呆啊？这样吧，以后别叫我叶小凡，就叫我叶鼎之。叶鼎之？为什么你要叫叶鼎之？因为我要建荡江湖，问鼎天启。好好练我教你的剑，多练几年，以后村子里所有的人，你来保护。叶小凡，你先别走，那我以后怎么找你啊？到时候我名扬天下，你出闯江湖，你说你是叶小凡，我来找你。好。真不愧是神剑阵啊，人皆有剑。就连狗都有剑。舅舅，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剑狗？你骂谁呢？不好意思。剑狗？舅舅，我还没听你说过，到底什么是剑灵呢？
剑林，顾名思义就是巨剑成林。原来呢是有一些剑客为使剑心坚定，将剑插入剑仙陨落之地。后来呢，世上每出一把名剑，或者没有一位高手身陨，新出名剑或高手佩剑，就会存于剑林，等待4年1度的有缘人前来取剑。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？好像。老板，哎，这什么酒啊？剑酒。来到剑林，怎么能不尝尝剑酒呢？剑酒。老板，满上。得嘞。哎，小白脸，你总是给我介绍你那些师傅，怎么也不见你给我介绍介绍你的酿酒师傅？酿酒哪需要师傅啊？这是天赋，懂吗？来喽，客官，您的酒，慢用。好烈，入口如利剑割舌，凛冽锋锐，果如其名，好酒。哎，少喝点，会醉。舅舅，你说咱们都走了这么久了，这山林怎么连个尽头都没有啊？怎么还起雾了？舅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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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奇门遁甲之术。刚才那里啊，是平日里也能涉足的剑林外围。而这里才是真正的4年一开的剑林，好壮观啊！世上呢有2个铸剑大派，一是剑心种，2是名剑山庄。看来今年是名剑山庄所壮啊。说起来，你跟剑心种还有8000里外的交集呢。什么交集啊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雷梦莎。他娶的可是剑心种种主李素王的女儿，星剑传人李新月。这江湖说大也大，说小可真小啊！既然诸位来此，都是为了取剑，那魏某也不想多说废话了。仙月，起！第1品，高山之剑。诸位，请吧。舅舅，我们去吗？先不。剑它分4品，第1品高山，高山仰止，乃是凡剑不能企及之处。第2品沧海，百川归海，无边无际，乃是造100把高山才能求得之剑。沧海剑，诸位，请吧。第3品云天，沧海之上9天凌云，傲视万物，乃是万中取一的存在。第4品仙宫，9天之上仙宫所藏，乃是真正的天外之剑啊！
至于剑灵有没有，那得看机缘喽。那凭舅舅啊在剑上的本事，取一把沧海那是没有问题的。怎么着也得云天吧？那就得用毒喽。有没有看中的？我只知道沧海之上更有云天，云天之上更有仙宫，我自然是要最好的，不然怎么名扬天下？说得好。你是哪个？望城山，王一行。哦，吕素贞的弟子啊。且不说他说的好不好，就他这副妄图一步登天的野心，要为难死舅舅喽。哎，魏先生，恕我直言，这剑还是要自己取的好。我说老哥，你说什么？让谁取剑啊？我是说，这剑还是你自己取的好。你看他那样，指定上去2、3下就被人揍趴下。难不成这一次真的要空手而归？温先生不必着急，我倒是觉得这位小公子或许能获得一柄好剑。好。你小子不会喝醉了吧？高山、沧海，皆已有归主。接下来这柄剑，乃是云天品宝剑，我命它为火神。剑仙对战时折断的暖剑，99玄阳。准确的说，是脱胎于99玄阳。本是仙宫鹤，奈何落9天，浪费了。我来，我来，来！别碰我的剑！你不是说浪费了吗？表里不一。那要看剑在谁手里。剑本无品，用剑者正直。这剑怎么会飞？这是望城山的御剑术，不仅是剑术，也蕴含着望城山的秘法。小小年纪这样的修为，应该是望城山本代弟子的魁首啊！哎，我看你是真醉了吧？这是剑酒，跟一般的酒不一样的。望城山山主吕素贞座下首徒王一行前来取剑。诸位，唯一一把云天，无双城不来取，难道？哼！小生我无异于更高品级的剑，这柄正适合我回去送给小师弟。诸位，承让了。他刚才说了，最高品级的剑。是啊，无双城还没动，这次真的有。第4品，仙宫之剑，乃天外飞来，还请仙人赐剑。小白梨，哦，仙宫。好像。
此剑为我所造，我称它为不染尘。愿有绝世公子将其取之，求这绝世公子持它荡剑天下，让这把剑问鼎剑谱。